今天我在 X 上看到一个用 Hermes Agent 构建多智能体的帖子，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给出的是一个思路和框架，今天我们按这个思路来实际搭建一下。我们跑起来看看效果如何。这个帖子是英文的，我们不详细看这个贴文了，我们直接用 Notebook LM 拆解开来看一下这个搭建的思路。今天我们就具体来拆解一下，如何从零打造一个高可靠的 Hermes Agent 团队。如果你还在纠结怎么写长提示词，那么请记住 Hermes 架构的核心：隔离优先于提示词优化 Hermes， 这也是我们构建 Agent 团队的基础。很多人的误区是试图打造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智能体，但当一个 AI 同时承担研究员、作家、程序员和 PM 时，它会面临上下文崩溃、记忆混乱且性格模糊。我们需要的是职责隔离的清晰边界，让每个角色只干一件事。从单智能体向团队跨越，起点不是复杂的提示词，而是底层的隔离机制。Hermes 将 Agent 的状态拆解为配置、绘画、记忆库等7个维度。核心法则只有一条：不要让写手继承代码调试器的习惯。专业化源于彻底的物理隔离。这是我们的4个角色 ：Hermes、Alan、Mira 和 Turing。Hermes 就是安装后默认的 Agent， 他们分别负责编排、研究、叙事和开发。通过这种组合，我们能杜绝任务瓶颈，并保护团队免受幻觉自信的污染。首先是团队的大脑 Hermes， 他负责指挥交通，而非亲自干活。他的任务是定义目标、拆解工作流，并合成最终结果。记住，要以工作流为思考单位，而不是单一的答案。Alan 的角色是消除系统性幻想，他保持极度怀疑，通过源头验证和交叉比对来筛选信息。他的价值在于保护下游团队不被错误的假设毒害。Mira 是文字的守门人，他把 Alan 验证过的原材料转化为受众明确的沟通产物。当写作者不需要兼任研究员和调试员时，沟通质量将产生质的飞跃。Turing 只对硬性指标负责，他直接以证据为导向，专注代码的重复性与日志分析。独立环境下的技术纯粹性是工程落地的唯一保障。在实现上，我们引入了 SOULMAD 和 AGENTSMAD 的解耦。SOUL 决定智能体是谁，决定它的性格基因。AGENTS 决定它在哪儿，根据具体项目动态更新操作环境。多智能体协作不是顺次接力，而是动态路由。Hermes 解析需求后，下发任务给 Alan 获取纯净数据，随后并行路由给 Mira 和 Turing，最后进行最终合成。实操第一步，基于已验证的基座进行克隆。通过 clone 指令，我们复制基础配置，但赋予每个新配置文件完全独立的记忆空间。第二步是物理层面的确权。我们需要通过验证目录数结构，确保每个智能体在本地磁道上拥有真正的独立办公室。第三步，为每个目录编写专属的 SOULMAD，塑造独特心智，同时构建 Team Agents.md 全局协作手册，明确每个角色的合格输出标准。最后一步，将本地配置演变为实时操作面，通过独立唤醒指令配合远程网关，我们可以进行跨空间的指挥调度，保持角色边界丝毫不乱。总结一下，最强大的团队拥有最清晰的边界，停止强迫 AI 包揽一切。在 Hermes 架构中，配置文件是支撑高级自动化的基础设施。下边我们开始实操部分。首先，我们创建 Alan、Mira、Turing 这3个 agent， 我们只要复制命令在终端执行即可。其中 clone 意思是复制我们主 agent 的配置信息，包括 config 的 YAML 和 INV 位，但是不包括主 agent 的绘画、技能、记忆等信息，这样我们就不用从头开始配置了。创建完成之后，我们查询一下是否所有 agent 都准备完成。这里看到全部列出来了，其中 default 就是我们的主 agent Hermes。如后下边就是为每个 agent 配置它的人设，也就是 SOULMD。这个文件位于每个智能体的主目录中。
这里我就快速设置一下。前边我们提到 Team Agents 的 MD，那个文件是我们的一个手册，我们要把团队的分工写入到 SOULMD，让每个 Agent 知道团队成员和分工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接规则。否则，你就可能出现我这种情况：Agent 不知道团队的存在，发现这事自己就能干，直接开干了。又回到单一 agent 的情况。以上设置完成后，我们还只能在电脑上指挥 agent。如果我希望在手机上指挥智能体呢？这时候我们在每个 agent 的 env 中设置 Telegram 的信息。具体创建 bot 的过程我们就不演示了，建议参考往期节目。我们在 env 中设置这2项信息就可以了。同时建议把机器人的名字改一下，不然容易搞不清楚谁是谁。我们直接在 Telegram 中修改即可。如果我们以 Gateway 的方式启动 Hermes Agent 启动后，它的工作目录默认是 Hermes 主目录下的 Hermes Agent 目录。如果我们要切换到其他目录，我们可以在 Telegram 中告诉 Hermes， 它会帮我们自动切换。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的项目目录中有 AGENDSTMD， 它并不会自动读取来主动了解这个项目，怎么办呢？我们在它的 SOA 文件中告诉它，切换目录要先读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好的，到这里我们设置基本完成了。我们以 Gateway 的方式启动这4个 Agent 服务，以便我们可以通过 Telegram 远程与它们交互。所有服务已经启动，我们开始来测试一下。首先，我们问问它的工作目录是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回复是主目录下的 Hermes Agent 目录，这是默认目录。然后我们让它切换到我们的项目目录 Yomi CLI， 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完成了目录切换，还自动读取了我们项目的 Agent 的 MD 文件，顺便了解了整个项目的情况。我们现在让它参考 Luck CLI， 帮我们实现元数据驱动的命令。我们把消息发给编排 Agent， 看它怎么回复。我们看到它给 Turing 派发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的格式是按照我们在 SOA 文件中定义的握手交接信息的格式。我们现在复制这个消息，发送给 Turing， 让 Turing 帮我们完成开发任务。Turing 经过大约几分钟的开发，我们看一下它开发的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元数据的格式，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它把我们的命令全部重构成了元数据驱动的方式。好吧，这虽然不是我想要的，主要是前边我们没有说清楚是让它新增什么命令，还是要重构，它按照重构来完成了。我们重点来看看效果，我们让它测试一下，看看重构的命令能不能跑吧。第一个测试是一个欧洲小女孩抱着她的小狗玩偶，在追一只牧羊犬。我们等一下看看它的执行结果。我们看到结果出来了，我们放大开一下，效果还可以啊。说明它整个开发的完成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次就完成了一个新的功能的复刻。好的，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利用 Hermes Agent 组建开发团队的方案。这次我们并没有使用团队的所有能力，比如 Alan 和 Mira 的能力，建议大家根据需要进行测试。组建团队的全部步骤和内容，我们都共享给大家，请大家在参考视频下方的链接来组建自己的 Agent 团队。欢迎大家评论、转发、订阅，谢谢大家。